就是喜歡看你恨中國恨得牙癢癢的樣子，結果中國還就越來越好，你說氣不氣人？跑到美國針對中國加徵關稅104%，然後又加到125%，並對其他國家對等關稅降至10%，完全就是針對中國在錘，真的是好沒錯。當然這種好啊，你自己體驗，不用分享沒關係。而且其實我也沒有恨中國恨得牙癢癢的，你應該是誤會了。你沒看我大部分時間都笑着說，包括小鳳你來送頭，我也是笑着看。我只是把中共做過的破事說一次，目的也是為了幫助一些對中共有錯誤認知的台灣人，讓他們別被中共大外宣洗地，讓那一類人能更理解中共尿性。當台灣人對中國越有防範意識，也就越能避免台灣被中國從內部侵略。所以你說我恨得牙癢癢的，其實是沒有，比較像是你想我想得心癢癢的。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先按照你的邏輯來看好了，如果你眼中的我是氣到牙癢癢的樣子，面目可憎的樣子，而你居然還喜歡看這樣子的我，那說明了一件事，你已經愛上 Porter 老師了，連我生氣的樣子你都喜歡，你徹底實踐了愛一個人就愛他全部的這句話，我敬佩也感謝你的這份心意。但畢竟我是人類，而你是韭菜，種類不同，我們注定沒有結果的。今天影片進入正題之前，要先感謝 SideListen 贊助本集影片。現代人出國最重要的，除了準備機票、護照之外，就是網路。若沒有網路，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導航不能開，美食不能找，拍完的美照也不能傳，語言不通還不能使用翻譯軟體，超不方便。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而出國就靠 SideListen。SideListen 網路資源範圍超過190個國家區域，讓你出國不怕沒網路使用，而且從挑選國家區域到選擇網路方案，都只需要靠 Sidely 的 App 就能線上搞定網路需求。使用方式也非常好上手，出國前先下載 Sidely App， 選購好網路方案，前置作業就完成了，徹底擺脫掉傳統 WiFi 機，以省去換卡時間。今後直接線上搞定，使用 SideListen， 你一下飛機到當地，打開手機就會自動連上當地網路，超方便。當購買的網路流量快用完時，也能直接用 App 續購，還附帶24小時線上客服，若遇到問題，隨時都有專員能協助。現在就點選影片下方專屬連結 sidely.com/PorterKing 下載 Sidely， 記得結賬時輸入專屬優惠碼 PorterKing， 能夠享有獨家85折優惠。出國網絡問題就交給 Sidely， 最近有要出國的朋友趕快下載試試。出國上網用 Sidely， 一鍵連結，超便利，推薦給各位。大家好，歡迎回到本周瘋特報，我是各位最好的魯共投資顧問 Porter 老師。先前我有在社群發文，邀約大家看電影《國有器官》這部紀錄片，揭露中共強摘人礦零件的驚人黑幕。如同片名一樣，你的器官不是你的，在共黨眼中都是可以交易的。只要有買家出現血型配对成功了，人就可能莫名消失。但說到好好一個人會在中國失蹤這件事，其實是很不合理的。因為中國領土雖然大，但他們的監視器密度是全球最高，幾乎可以說是走到哪裡都有監視器在監控你。中共當局為了維穩，以人工智慧等技術對牆內人進行無所不在的監視，甚至早在7年前，中共黨媒就曾報道表示，連路人闖紅燈都能馬上識別出你是誰，並找出你的個資。中共是很自豪這件事的。而你就想，7年前就已經能做到這樣了，那今天牆內的監控技術更是今非昔比。可能有些小粉會洗地說，這樣很好啊，中國到處都有監視器，很安全啊。照理來說的確要很安全，但偏偏中國還是會頻頻發生人會莫名失蹤的情況，每年都有大量的失蹤人口，就連在裝滿監視器的學校，學生做完體檢過陣子都會莫名失蹤。好比胡星宇的案件，有些觀眾應該還有印象，這位學生去學校上課，早上還好好的，後來人突然失蹤，直接人間蒸發。但因為實在太不合理，學校裝滿監視器，怎麼可能找不到？家屬陳情，加上當時牆內網友們對這件事也有很大的關注，最終過了2個月，才終於在學校後山的倉庫被找到。然後偏偏就那個地方的監視器壞掉，人怎麼出現在那邊的不知道，但找到的時候樣子已經幾乎是骸骨了。事後中共公安還特別開記者會洗地，說器官都還在，但是開記者會當下，最該聽到這些說明的家屬卻遲遲沒出現，因為家屬被限制監控在家。中共摘人礦零件這件事行之有年，但還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因為他們想象不到這世界上居然能夠有人能這麼壞，而受害者又沒辦法發聲，因為沒有呼吸的人已經不會說話了。所以當好不容易有導演花了7年多的時間找到相關人員，甚至是當過中共軍醫的人出來說明這些事，並拍成紀錄片，才讓這相關黑幕有更進一步的曝光。但有時候事情發展就是這麼的讓人意想不到，我們知情的人努力宣傳這件事，這些卻都沒有本周發生的一件新聞來得有宣傳效果，那就是台灣原住民歌手 Tank 呂建中去中國同時換了心肺的消息，並發文感謝祖國協助。這件事發生的第一時間，中共黨媒也大力宣傳此事，畢竟台灣歌手加上中國國家
公立醫院合作，以此來宣傳中國的好故事，這大外宣效益很高啊。當看到中共黨媒在宣傳這件事，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國有器官，以及也好奇 Tank 換的零件到底哪來的。這件事在我看來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為了方便各位了解，請讓我先幫大家梳理一下時間點。根據 Tank 自己公開說法，他是2022年5月跟中國公司簽約到杭州發展，2024年3月末原本的病情惡化，住進了浙大2院。那醫生判定他需要心肝聯合移植，住院後寫完10首歌，我不偉大，至少我能改變我。之後完成吉隆坡演唱會，以及他說到台灣省、高雄、台北巡演。光會說台灣省已經幾乎可以確定是準統戰樣板，所以如果他在黨國能有特權的話，也不會太意外。先繼續帶各位看完這個時間線：2024年8月身體惡化發熱，胸腹水感染；9月無法站立；11月初開始無法進食，指標惡化，決定回家準備善終。結果2024年11月21日就獲得了捐贈器官，並且成功完成心肝聯合移植，重獲新生。也就是說，看這時間，從2024年3月到2024年11月，一共只經過8個月，能夠這麼短時間內找到一位要剛好能符合血型、免疫抗原條件、年齡、體重等等，以及還是一位腦死的大愛者捐贈，這幾率本來就已經夠低了啊。當然，幾率低不能說完全沒可能，所以小鳳也是可以硬說他就是真的這麼幸運啊。但問題還有一件事，根據中共官方說法，2024年全中國等待匹配器捐的患者就高達14萬人，而1年也才2萬人能夠排隊排到器捐。換言之，前面還有很多人在排隊。結果台灣歌手卻能在中國公立醫院的幫助下，短時間快速找到條件符合的心肺，並進行手術。本來就已經這麼多人在你前面等，偏偏還你先，這真的會是巧了嗎？或許有些小粉紅聽到這邊還想熬，真的就是這麼巧。但根據我對中共的了解，我是不這麼認為。沒有買賣，沒有殺戮。但以上講這些，並不是要懷疑 Tank 有參與零件交易，畢竟還沒有他本人實質交易的證據傳出。但這不影響這件事的不合理。所以現階段對於他個人的部分，我會先偏向認為他本人可能不一定清楚，甚至也不一定知道中共有在人礦零件的惡行記錄。主要也是因為他台灣藝人的身份，我會更覺得有可能是剛好本身有器捐需求，而加上他的身份有加分，在中共眼中適合當統戰樣板。如此條件疊加下，被中共挑中來利用。事後中共黨媒的宣傳，也讓這件事被更多人知道。以後換零件得去強國找相關產業鏈，才無意間變成了中共的活廣告。的確是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所以我才說事情更明朗之前，還不能全怪他。但即便如此，這也不能抹滅中共過往有在人礦零件的惡行，也如同剛說的，無法掩蓋這整起事件中的不合理。在一個文明社會，器官捐贈是有明確制度可追溯來源，而今天因為器官是來自一個制度不透明的中共國，來自一個有迫害他人記錄的中共政權，來自一個監視器密度世界第一，但卻老是有年輕人莫名失蹤的國度時，我們作為了解這些事情的旁觀者，多質疑中共一句一點也不過分。這心肺真的是自由意志的大愛嗎？還是恐懼機器下的收割？從《國有器官》這部紀錄片中，也了解到一些遭到迫害的法輪功學員，甚至良心犯，只要血型配對、年齡吻合，你有沒有同意都不重要，因為你的所有權早被體制注記為共享資源。而且牆內為了提升摘零件的效率，中共還研發出一種名為原發性腦幹損傷撞擊機的技術，並申請專利。這專利技術能透過衝擊波讓人瞬間腦死，但身上零件完整保鮮。而且注意看這專利說明，表示這機器結構簡單，製作方便，適於推廣使用。推廣一個可以造成人腦幹損傷的機器是要幹嘛？你如果善良的以為這專利是要人道處理動物的，那就錯了。因為這份專利文件裡面有提到，腦幹是人類的生命中樞，具有重要機能意義，其損傷往往意味着嚴重頭部創傷。它的背景技術研究就正是以人為出發點做考量。也介紹一下發明人是前公安局長王立軍，也是昔日太子黨薄熙來的親信，後來因為在牆內政治鬥爭下失勢，叛逃去美國領事館，但後來據說還是被中國抓走判刑，人已经没了。此外，南韓朝鮮日報的旗下電視台 TV 朝鮮也曾拍過一部紀錄片，叫做《殺了才能活》。他們的記者揭露了中國醫院以外國人為對象進行不法移植手術的情況，還花時間臥底並接觸院方，然後偷拍記錄下來。在紀錄片裡就有講到中國的腦幹損傷撞擊機，他們還按照專利說明書做出了一個模型版本。帶各位看一段紀錄片的片段。那其他器官都保持活性，就腦死狀態。這可以，應該是可以實現的，就直接撞，就是讓瞬間就把大腦這地方就撞了，大概就是瞬間就是呼吸抑制，然後腦死亡，這個樣子是可以。우리는 일명 뇌사기를 직접 제작해보기로 했습니다.
도구의 작동 원리를 알아보고 실현 가능성을 가늠해보기 위해서입니다. 뇌사기는 과연 인간을 뇌사 상태에 이르게 할 수 있을까? 잡아주고 있는 자체가 뒤에서 우리는 뇌사기에 대해서 전문의의 의견을 들어보기로 했습니다. 뭐가 있어가지고 세계 때 이게 이승원 외과 전문의는 뇌사기의 용도에 대해 단호하게 이야기합니다. 거기 때문에 속도가 빠르면 그 장기를 보관하기 위해서 뇌사를 시키는 용으로 이걸 쓰는 거 외에는 없어요. 누가 뇌사를 시키나요, 사람을?一个没有医学背景的中共公安局长做出了能造成脑损傷的機器，不禁讓人猜想他完善這機器之前都經歷了什麼，以及又是拿誰來做實驗，還有是在什麼樣的動機下發明這裝置的。另外，中國還有一項相關的專利是離體器官保護翼，專門為了提高器官移植技術所發明的。這些專利技術看似各自獨立，但實際上又剛好息息相關。姑且不說這些專利就已經夠怪了，牆內還有移動手術車。好啦，粉紅可能還是想洗地，說這個可能就有什麼手術很緊急啊，可以把握治療黃金時間。好，這台給你洗。那我再介紹一台你們中共國特色移動火化車。我不信這個小粉紅還能洗，大家集思廣益一下，什麼情況下會急着要把人火化？我想到的一個就是移動手術車摘完零件送到醫院完美銜接，剩下的部分換車直接路上燒完消滅證據。難怪牆內失蹤人口這麼多，車上燒一燒都不用下車。也好奇各位對於這件事的看法，歡迎下方留言討論。我是覺得先不談巧不巧，光從這件事來看，已經可以很明確看出中國人在牆內真的就是韭菜。台灣現在還沒被侵略成功，所以在共黨眼中特別有價值，也有一定的特權。不然怎麼中國人自己都還在排隊棄捐，台灣歌手卻先拿到了？他還不是拿你中共國身份證呢？但同樣的，等到台灣人被中共侵略成功之後，到時跟中國韭菜就沒兩樣了。各位台灣朋友，如果不想要有機會體驗到這特殊的中國腦損傷專利，不想被活摘零件的台灣人，請趕緊去簽罷免第二階段聯署，加入罷免藍委。因為在我們一般民眾沒有留意到的時候，國民黨立委是有要提案開放中國醫師來台執業的。那大家就想一下，國我器官紀錄片以及韓國的殺了才能活紀錄片，都提到中國活摘零件最重要的，除了被摘的人礦之外，還有動手術的中國醫師。中國的醫學教育不止沒斷絕活摘傳統，還有不少中國醫師直接參與過。你是沒辦法確定他們是否來自尊重人體倫理的醫療體系。所以這提案不只是危害台灣人的健康安全，還試圖把中國與台灣的法律融為一體。這提案若通過，將大幅放寬台灣對中國的醫療管制，是在幫中國開大門，已經不是開後門的程度了。各位台灣朋友，趕快一起加入罷免聯署，救救小番薯。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這邊，再次感謝 Cylison 贊助本期影片。提醒各位，留言區的部分我會放優惠鏈接和折扣碼給大家使用，有需要的朋友記得點選鏈接 Cyly.com/PorterKing。我是波特王，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加訂閱。那我們下次影片見，拜拜。